戒指，我要你们店最贵的戒指。先生，您确定身上的现金够吗？为了我女朋友，我把所有的钱都带来了。你们数数，1分钱都不少。婉婉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就给你个惊喜。什么？你在酒店？呀，外卖小哥下班了。他是谁？看见没？强哥刚送的。宝马，够你跑半年外卖的。为了给你攒首付，每天起早贪黑，我工作15个小时。你说了，你会等我的。说过的话能当饭吃？林永安，你瞅瞅你这副德行，跟你出门我都嫌丢人。我拿你当命，你就这么对我？穷鬼，赶紧滚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因为你没用。林永安，我借了你50两银子，如今连本带利，你该还我100两。耀祖啊，欢迎我们吉日吧！给我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是林永安，还钱啊！我给我装傻是吧？啊！去！废物，这么不经打！我们走。呀！我靠！被绿也就算了，一屁股债，这个开局也太惨了吧！朝廷下发新规，官府分配妻子，拒领者发配充军。分配妻子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朝廷下发新规，官府分配妻子，年满16男性必领，不领者发配充军。这才隔1个月，又分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啥办法啊？不领就充军。唉，那就领一个吧。怎么还有这么丑的？可千万别分给我。林耀祖，他到。那边自己挑一个吧。哎，我选他，你。哟，林永安，怎么你也想领个媳妇？下一个，你。我，真他妈穷鬼！这2个给你。啊，这2个也太丑了，能不能换一个？那个不领者发配充军。这哪是发媳妇儿，分明是强迫我养活2个难民啊！饥荒年养老婆系统葫芦已上线，系统葫芦，我也有金手指了。已为您绑定妻子沈清月、沈清离。要是长得好看还行，可是你看他脸上的胎记啊，跟锅底灰似的，太磕碜。我拒绝。拒绝将触发电击。哎，分2个这么丑的女人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我去你的！我就不要这2个女人，万一他们2个也忘恩负义呢？难道还要给我戴绿帽？
啊！算你狠，算你狠。宿主如果照顾好这2位妻子，就可以解锁生存物资奖励，包括但不限于粮食、药品、农具。还有这好事，不早说啊你，白被垫了这么多钱。我领。拿了文书，滚。走。这人怎么傻兮兮的，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？小点声，别让人家看出我俩是假扮的。丑女配穷鬼，真般配啊！走，我带你们回林家过好日子。等我解锁了物资奖励，看我林永安靠戏骨的葫芦，在这饥荒年当上地主，走向人生巅峰吧！你们是陶奶奶流民吧？想必也遭了不少罪，如今被官府分配给我，心里肯定不情愿。嘿，这一点我都懂。今天你们2个在这屋炕上睡，我去柴房睡。林大哥，我们姐妹如今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你不愿与我们同寝，是因为我们姐妹俩长得丑陋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可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那就不急于这春宵一夜了。我们来日方长，改日再说。这2个丑八怪，居然长得这么俊，林永安真是走了狗屎运啊！我看这林大哥也不是坏人，要不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身世？不行，这2个女人就敢视我林耀祖了。谁？我操！林永安，我弄死你！难道你忘了，我们是罪臣之女，是魏忠义追杀的沈家遗孤？在这饥荒年间，人心比寒冰还凉。要是暴露身份，那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林大哥，你一直坐在这盯着个铜板看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饥荒年的，守着那几亩薄田，迟早得饿死。既然你们姐妹跟了我，自然应该照顾好你们。那你想了什么好办法了？我想在青州城开家粮店，那里人多，把粮店开起来，我们就能在青州城站稳脚跟。太好了，姐姐，我们可以去青州开粮店了。想得倒挺好，可是本钱呢？青州开店扶持任务触发，奖励改良土豆1000斤，启动资金50两。西顿部落，你这青州城开店的扶持任务也太及时了。本金我有了，资源我有了，到了青州城找个合适的铺面就可以了呀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现在就出发。去青州开粮店要和卢府抢生意，他们势力很大。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，就靠本事卖粮食。他们一定会背后下黑手的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嘛。不管以后的路再难，我也会照顾好你们姐妹。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肿得跟猪头似的？罗公子，
我得到一个消息，那个林永安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笔钱，要来青州城开粮店。他敢？他何止是敢呢、他还说要来青州城跟您抢生意，还说您不过是一个靠家世的草包。我让他的店刚开张就关门，青州的粮店还轮不到一个贱民来开。刘公子，您是大人，您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把他捏死。去，给我盯着林永安。小的一定好好盯着，绝不让林永安耍什么花样。事成之后，想要什么？等您收拾了林永安，他那2个媳妇儿，赏给小的行不行？他的2个媳妇儿美若天仙吗？哪里，长了满脸的胎记，丑的没法看。我只是弄来洗衣做饭用的。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给你。林永安，你这是死定了。等收拾了你，你那2个美娇娘就是我的了。旺铺出租。啊，掌柜，我想租你的店铺。你知道我这铺面月租多少吗？8两纹银。你这穿的跟个叫花子似的，赶紧给我滚！掌柜的，话不要说的太满。你怎么知道我掏不起钱呢？你要是真有钱，现在就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里边有50两，今天就可以签订契约。哎呦，是小的永远不识泰山。这个契书我给你准备，笔墨都现成的。哎，公子，快请。林大哥，你刚刚也太帅了，我看他那个嘴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银子说话，比什么都管用。哇，这里真有50两？你猜啊？林公子，这是契书，小的以后随叫随到。店铺的名字叫永安粮店吧？哎，掌柜，刚才你说我是叫花子，现在还是吗？小的狗眼看人低，认不出您这财神爷来。这次先给你个教训。等等，这店铺不能租给你，我们卢府要了。谁让你租给他的？去把那个契书给我撕了。刘管家，这铺面已经租给林公子了，契书都签了。签了也没用。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在青州，卢府想要东西，就还没有得不到的。光天化日就敢强抢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谁呀？林永安。你叫什么很重要吗？你一个乡下贱民，识相点，赶紧把店铺给我让出来，不然有你好。看清楚了，这是青州府的商户开店文书，上面有府尹大人的红印。按照大钱律法，报备后店铺受到官府捕获，任何人不得强抢。你还敢去报备？你再敢胡闹，我就带你去官府评评理，看他是占你们卢府，还是占律法。可恶！这个乡下农户竟然懂这些。到时候别说你一个管家，就算卢少杰来了，也得给我赔礼道歉。卢管家，要不算了吧，万一他真的报了衙门，到时你也不占理不是？小子，有种你别走啊！我不走，去叫人来吧。你等着，卢公子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卢公子他不会放过你的。
林公子，你年纪轻轻，一身的胆识，在下佩服。这光天化日是他们理亏在先，刚才你冒着风险替我说话，非常有契约精神，在下谢过了。这粮店将来一定红红火火，财源广进。多谢掌柜吉言。阿丽姑娘，买这么多东西呢？丁大哥最近都没洗澡了，我得给他补补。哎呦，这么关心你的林哥哥呢？啊？哦，对，张婶，我们的永安粮店开业了，你记得去捧场。到时候张婶肯定去。什么时候开业啊？我也来捧捧场。你不是个好东西，快走，别跟他打起来。想走啊？得罪了卢府，真以为你那粮店能开业？只要你陪我喝两杯，我去跟卢公子求情，让他放你们。我要先回去了，让开！让！真以为你能走得掉？今天你要么陪我，要么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，让你这辈子见不到你男人。这贱人，你往哪跑？雷大哥，你在哪儿？雷大哥！住手！警报！沈清离遭遇灵妖组袭击。住手！灵妖组，动！林永安，这婆娘这么丑，干嘛这么在意啊？林大哥，他们要抓我去窑子。没事，秦离，有我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林永安，你敢打我，卢公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就算卢少杰来了，我也照打不误。上次你找事，我没跟你计较，你居然还敢对秦离下手，这是废了你！林大哥，别打了，要是把他打死了，我们还得添麻烦。我警告你，再靠近秦离半步，或者去我的铺子闹事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你，信不信？我不信，这就去找卢公子。司礼，我们在明，卢府的人在暗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出门了。林大哥，我长得这么丑，你还这么在意我？丑妻良田，家中宝嘛。那我以后都跟你在一起。好。卢公子，今晚出发，给我烧了林永安的粮店。这当做人命怎么办？按大秦律，我会被流放的。除了人命，我拿钱给你兜着。你要是不敢，以后不要在青州出现。我一定把他的店烧个精光。烧了林永安的粮店，我看他以后拿什么做生意？你不是想霸占他的2个女人吗？还在这里等什么？是。林永安，卢少杰有得罪不起。今天晚上，我就奉卢少之命，连你带土豆一起给烤了。什么东西？还敢！别以为你背后有卢少杰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今天我是为民除害，跟你拼了！你敢杀我，卢公子会放过你。林永安，你杀人了！洪大人，您看，林永安故意杀人，还想烧店灭口，少在这颠倒黑白。大人，
是林耀祖放火烧店，我是在自卫反击。林耀祖放火烧店，你被迫自卫杀人，人证物证何在？人证在此，我们俩可以为他作证。我们亲眼看见林耀祖要放火烧了粮店，林永安是为了阻止他才自卫杀人。冯大人，此二人乃林永安妻妾二人，自然会帮着林永安说话。那你呢？你可有证据？我哪有证据啊？但是大人您看，这粮店好好的，哪有什么放火的痕迹？肯定是他故意杀人的。物证在此。姐姐，这东西怎么成证据了？没证据就是没证据，你拿个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想欺骗孔大人吗？林永安，这东西要是能证明你清白，本官替你做主。林永安，卢少杰，你得罪不起。今天晚上，我奉卢少之命，连你带土豆一起给烤了。原来是他指使的。你这玩意儿是妖物，林永安，你这拿妖术来害我！大人，就算我教唆放火，林永安他还杀人了。我天哪，沈姑娘竟然这么美啊！之前还是扮丑啊！难怪林公子护着她，这么美的姑娘，谁舍得让她受委屈呢？是啊，原来你这么美，你肯定不是普通妖民，你是细作，要不然为什么故意扮丑？我不是细作，我们只是怕被坏人盯上，所以才故意扮丑的。她不是细作，她是我的妻子。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告你调戏良家妇女！她竟然能这样保护我们姐妹，看来是我们姐妹现身的时候了。什么良家妇女，定是细作无疑。卢少杰，你再拿不出证据，就是不将本官放在眼里。林永安，我一定要把你们的女人抢过来，我要让你痛不欲生。林永安，即便卢少杰教唆放火属实，你致人死亡亦是事实。按大前律，即便自卫，致人死地仍需问罪。大人且慢，大人可识得此物？这玉佩，沈姑娘，难道你是？这玉佩是沈大人的玉佩，你是沈大人的女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林永安是自卫反击，还不赶紧把林耀祖的尸体抬走？大人，你不能放了他，他杀人了！放！本官乃是青州县令，岂容你一个纨绔指手画脚？狗屁县令，芝麻大点官就想在青州说了算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姓孔的，你这县令是不想当了吧？卢府上面通着天，你今天敢放了林永安，小心你这乌纱帽和脑袋一起掉下来！放开我！崔师傅，您可算来了！林永安不仅杀人，而且窝藏细作，罪不可赦。小子，你敢杀卢府的人，本府今天就判你个斩立决，让你知道青州是谁说了算。哼，我是自卫反击，县令已经查明真相，凭什么判我斩立决？就凭他是芝麻县官，就凭我官大一级，就凭我是青州知府。来人，把他绑起来，就地正法。等等，崔大人，你无凭无据就要杀人，不怕朝廷追责吗？哼，区区贱民也敢多嘴？等我收拾完林永安，再来收拾你。就凭你官大一级，就可以颠倒黑白、只手遮天吗？是，又怎么样？那你看看谁来？圣旨到，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举国72州府自今日起，天下大赦，皇恩浩荡，所有罪行免除，钦此。林永安居然遇到天下大赦！崔大人，你不能放了这个贱民呐！
林神父虽然有皇帝圣旨，但是他杀了人，应该先问罪。崔大人，我看你是当官当糊涂了，陛下的圣旨你也敢质疑，是想抗旨吗？不敢，下官不敢。洪县令，刚才什么情况？林永安是自卫，下官已经查得明明白白。崔知府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。崔知府，你勾结卢家，纵容卢少杰欺压百姓，本巡抚早有听说。若是你再敢找林永安的麻烦，本巡抚直接参你一本。下官再也不敢了。还不快走！林永安，卢家背后有大人物魏忠义撑腰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一步一艰难，多加小心啊！多谢李巡抚提醒。罗公子，消消气吧，让给林永安一个小小的粮店又何妨？哪狗也得看主人，我们卢家的脸往哪放？是脸面重要，还是命重要？今天要不是我去了，你早就被统县令给带走了。这李巡抚都护着林永安，还有圣旨撑腰，这可怎么办？是他运气好，遇到了大赦。你唆使林耀祖放火这件事儿，不也被赦免了吗？你就知足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让你知足吧。姓崔的，我们卢府什么时候吃过哑巴亏？只要有魏大人在一天，我们卢家在青州就横着走。你是在拿魏忠义压我吗？压你又怎么了？我们卢家能让你走到今天，就能让你摔死在地上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明的不行，咱就来暗，就说他跟北狄勾结，想推翻大秦。通敌北狄，这可是灭九族的罪名啊！我今晚就找人伪造一份密信，咱们明天就去抓他。我就是要赶尽杀绝，臣子就干。林大哥，其实我是前宰相沈文渊的女儿，青离是我妹妹，孔县令是我爹的门生，李巡抚也曾是我爹的手下。我爹被贬后，他们暗中一直想办法帮助我们。我早就猜到你们的身份不一般，没想到居然是沈相之女。魏忠义一直把持朝政，他派杀手一直寻找我们的行踪，我和姐姐一路扮丑，这才活到现在。没想到魏忠义的气焰这么嚣张，你们不会再受委屈了。这个仇，我一定会帮你们报，还沈相清白的。谢谢你，林大哥。林大哥，我和姐姐是不是比之前好看了？今晚你还要一个人睡吗？娘子，林大哥，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，我们愿意以身相许。哎，两位娘子，万万不可！这还是大白天的呢。无论白天黑夜，都愿与你痴心厮守。哎呀，你们这样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这，嘿嘿，我的意思是把门关上就可以了，娘子。清理，既然我们已成夫妻，那便不急于这春宵一刻，来日方长，明日再见。其实今天晚上我是可以的呀。了解女主身份并承诺报仇，为沈相平反。任务完成，奖励改良火枪一把。有了这把枪，就算卢家和魏忠义来犯，我也能杀他个人仰马翻。林永安，有人举报你私通北狄，这个是通敌密信，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我连北狄人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通敌？这信肯定是伪造的。林永安怎么会通敌？他开粮店做生意，驾公道，童叟无欺，是好人啊！崔大人，你可不能诬陷好人啊！根据大前律第107条规定，伪造通敌密信，杖责50，流放3000里。崔大人，你伪造密信是想尝尝这罪名的滋味吗？你休要胡说！没想到沈清月竟然对大前律如此熟悉，这女子定不是寻常人。卢少杰，非礼勿视，你要是再敢乱看，我挖了你眼珠子！我听说沈丞相当初被满门抄斩，唯独他的2个女儿没被抓到，莫非？林公子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妻子，我仰慕还来不及，哪敢做非礼之事？崔知府，今日私通北狄之事，还是派人细细查办，切勿伤了好人。郝老板，我要半匹细棉，再要半匹青布。沈姑娘好眼光啊，太会过日子了。这青布耐穿好洗，你林大哥肯定喜欢。沈小姐都当老板娘了，还自己买布？卢少杰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越看沈小姐越像大家闺秀，这粗布麻衣穿得惯吗？这用不着你操心，请回吧。我要是一直跟着你，你是不是又要给我背大前律听说？你要是懂法，你就知道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。调戏民女？你是民女？卢少杰，你敢绑架我，林大哥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今天就把你绑回卢府，看看林永安敢不敢来卢府救他的宝贝娘子。带走！卢少杰，你敢绑架沈清月？那又麻烦郝掌柜把这块青布带给林永安。不好了，不好了呀！林老板，沈清月被卢少杰抓走了呀！什么？林大哥，他把我姐姐抓哪儿去了？闯到卢府里，还让我来传话，这明摆着是设套，让你钻进去呀！那卢府是龙潭虎穴之地，林老板，你可要三思啊！林大哥，我们一定要把姐姐救出来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要照顾好你们姐妹，男子汉说话就一定要做到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闯一闯。好样的，林老板，你真是条汉子！卢府平时欺压咱们还少吗？真要去闯，送我一个！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！各位乡亲，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此去必定凶多吉少。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烦请各位替我照顾好青离姑娘。林大哥，我不想你出事。没想到这两姐妹对我如此情深意重。青离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安全的带着清月回来的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对我那么好奇吗？我就不告诉你。沈姑娘果然胆色过人，不是普通人。林耀祖居然跟我玩心眼儿，
他让我把你们姐妹赏赐给他。我当时还纳闷儿，这么丑的女人谁要？你叫沈清月，你妹妹叫沈清离，你们两个是沈丞相的女儿，对吧？你们沈家不跟魏忠义大人合作，所有的男丁都被砍了人头。还记得你那10几岁的小弟弟吗？他还那么小，他看着满地的人头，吓得都尿了裤子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卢少杰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什么妖魔鬼道？我今天拿着这把火枪来，就是为了给你讲讲做人的道理。别给我讲道理，我从小就不爱讲道理。来人，把他的头给我砍下来，然后挂在永安粮店门口。林永安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杀了他！有什么冲我来？只要你放了秦月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林大哥，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不要向他低头。卢少杰，只要你放了秦月，我们永不踏入青州城。沈清月是反贼，你想放就放得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想要什么？把你手里的火枪给我。林大哥，不要给他。火枪已经给你了，该你放人了。我有说过给我火枪就放人了吗？去死吧！卢少杰是费忠义的帮凶，就是他伤害了我的家人。你敢杀我？我大哥卢成义是摄政王魏忠义的义子，你要是杀了我，我让你全家灭口！这把火枪穿越百年来到城镇，就是为告诉你一个道理：即便你有权有势，也不能随便欺负别人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姐姐没事。林永安，你为青州的百姓除一大害啊！林永安，你当众杀人，来人，把他绑了就地问斩。林知府，住手！林巡抚，林永安杀了卢少杰，按律该斩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凭卢少杰该杀。卢少杰绑架良家妇女，意图不轨。林永安是自卫救人，杀了林耀祖是自卫，今天杀了卢少杰也是自卫。厉巡抚，你是不是想护着？护着他又如何？本巡抚现在就做主。卢少杰罪有应得，林永安无罪。你要是再闹，就别怪本巡抚参与的纵容恶少，滥用职权。哼，厉巡抚，卢公子好歹也算是魏大人的义子，我定会向魏大人禀报此事，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话。咱们走着瞧。卢少杰的大哥卢成义是摄政王魏忠义的义子，卢少杰死了，魏忠义很快就会出现了。接下来你的敌人会更狡猾、更强大。没事，为了讨回正义和尊严，再强大的敌人，我也不怕。各位乡亲，
为了大家能吃饱饭，我决定在我们粮店搞合作社模式。合作社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大家把自家的粮都拿来入股，我们按股分红，我还可以给大家搞8折优惠。我要加入，我家有3、5天的粮。现在谁想报名？去找青梨姑娘登记。我家有菜园，能入股吗？可以。大家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你这法子好啊，既帮村民，又稳住粮店。林公子，你这合作社我听着特别新鲜，你能不能去我布店好好教教我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沈姑娘，你也一起来吧。郝掌柜，你的布店应该有会员积分制。你细讲一下。就是顾客买布的时候会送积分，攒的积分越多，买布也就越便宜。好主意呀！你们年轻人脑子就是活呀。老王，你听见没有？咱们这把老骨头要向年轻人学习啊！是啊，老板。七月，你是不是认识王伯？王伯在我这里待了好多年了，之前在京城大户人家还做过工呢。王伯，你是不是我父亲的贴身侍卫王忠？当年我父亲被诬陷后，你就失踪了，我以为你早都死了。王伯，你是不是知道当年的真相？不然也不会躲到一个秦州的布店里。难道你是怕魏忠义的人发现吗？王伯，我是清月啊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王忠。你是？你为什么不认我？沈府上下遭此横祸，你既然隐姓埋名躲到这里，肯定也是想找机会为沈相平反的。丞相的名字沈文渊。王伯，你知道我父亲是被冤枉的，我求你告诉我，这是我父亲给我的玉佩，您肯定见过这个东西。你认得玉佩，为什么不认我？不是我不认你，是我怕呀。我要是说了，会连累你和我的家人。王伯，只要您说出当年的真相，还沈相清白，我一定会保护您还有您的家人。您不用怕魏忠义。这是沈相当年写的求救信，里边写的魏忠义诬陷他的证据，我一直藏在身上，就等能为沈相平反的那天。终于找到证据了，我们去面见圣上，还沈相清白。废物，连个贱民都搞不定，你说你还能干什么？义父，这次真不怪他，是林永安太邪门了他。哼，一个贱民能有多难对付？我已经安排了所有的探子和眼线，紧盯着林永安的一举一动。这等你的探子回来，林永安就把我们一锅端了。当年雷沈相被满门抄斩的时候，我们只杀了沈府全部的男丁，这沈家姐妹侥幸从密道逃脱，一直假扮丑女，隐瞒身份，流落在民间。林永安这小子还敢窝藏罪臣之女，他真是该死！义父，您可要为少杰伸冤呐！来人，今晚就夜袭林家小院，把林永安和沈家姐妹全部都杀掉。不好，有人！
们是不是魏忠义派来的杀手？是，我可知道那么多。走。李巡捕，怎么是你啊？他们是魏忠义派来的杀手，幸好被我们提前收到消息，不然你性命不保。多谢李巡捕出手相助。但是魏忠义他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圣上面前动杀手。圣上。参见圣上。免礼，平身。沈姑娘，朕已查明，沈相是被冤枉的。卢崇义勾结魏忠义，欺压百姓，朕决定把他们连根拔起，斩草除根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这是沈相临死前的亲笔书信。这是沈相临死前的亲笔书信。沈相当年冒死进谏，揭发魏忠义贪腐，朕却被奸人蒙蔽。林永恩，你放心，朕除掉魏忠义之后，定为沈相平反。陛下圣明，沈相蒙冤多年，百姓们都盼着这一天。你刚才手里拿的是什么武器？朕从未见过。哦，是一把火枪。陛下若是喜欢，送给陛下。不，你留着防身。陛下如此圣明，大秦的未来想必是国泰民安，以后再也用不着这种东西了，就留给陛下当做玩具吧。好，你护着沈相的女儿有功，是个有担当的好男儿啊。朕知道你在青州开有粮店，青州的商户，朕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谢陛下。陛下，魏忠义老奸巨猾，心狠手辣，在最后可能会殊死一搏。在最终的决战前，我们要做好完全的准备。青林，你看好店，我出去。哎，动作快点！这些兵器要藏好，等魏大人的人来了，就要运去京城。还有，收来的粮食都要堆在后面，别让人发现粮食下面的兵器。好的，走。系统葫芦，把这些全都给我收了。我的兵器呢？谁偷了我的兵器？大人，我刚才看到林永安偷偷进来过。又是林永安。大人，现在咱们没兵器，皇上也知道暗杀的事情了，怎么办？我还有精兵，今晚就去围攻永安粮店，抓了林永安，杀了皇帝，我来当这个天下。大人，皇上身边有侍卫，还有林永安，他手里有火枪。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不反也是死。传我的命令，让所有精兵集合，今晚就去围攻永安粮店。是，回大人。陛下。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回去，
出来受死吧！今天我就让大街人知道，谁才是老大！大胆魏忠义，你敢谋反，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株连九族？警告！魏忠义恼羞成怒，围剿皇帝，请宿主在2小时内救出皇帝，否则皇帝死亡，沈家姐妹任务失败。我已经是死路一条，还怕这个？兄弟们，给我冲进去，杀了皇帝，赏1000两！乡亲们，魏忠义谋反，围攻永安粮店，陛下有危险，大家拿起手上的兵器，跟我冲出去，保护皇上！林公子，我们一起去杀了反贼！林大哥，我小时候跟父亲学过剑术，能帮上忙。我也去，我要保护皇上，保护姐姐跟林大哥。好，我们一起冲出去，让魏忠义看看秦州百姓不是好欺负的。冲！林永安，又是你坏我的事！今天我先杀了你！魏忠义，你大逆不道，意图谋反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赶紧放下武器投降！魏忠义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二字。看剑！魏忠义，你杀了我沈家上上下下上百口人，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！上次没能杀了，今天还来得及。魏忠义，昏君，受死吧！就差一点，这天下就是我的，我不甘心！还不把兵器给朕放下！姐姐，我们终于给父亲报仇。林永恩，幸亏了你！朕回京之后，不但要为丞相平反，还要封你为青州总兵，帮朕守护着青州。谢陛下。我只是一介草民，只想安安稳稳看我的粮店，封官的事情就算了吧。如果有朝一日你改变了主意，想做官了，随时告诉朕，朕在京城等着你。谢陛下。杀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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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得好！杀得好！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开我的粮店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风风雨雨等着我们。林大哥，不管有什么风风雨雨，我和青离都会陪着你的。林公子，我店铺最近生意好了很多，比之前几个月卖的都多啊！太好了，郝掌柜，还是你厉害！不是我厉害，是林公子厉害。这钱给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帮我呀。郝掌柜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林公子，后天青州商会及议会，所有店铺老板都会去，我带你参加，顺便把你引荐给大家，让你加入商会。你在青州这里广结善缘，生意会越来越好的。真的，郝掌柜，那太感谢你了。加入商会既能打开商路，又能交到朋友，简直一举两得啊！林大哥，这是好事，我也陪你一起去。好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。青州商会，林掌柜能加入，乃青州之福啊！不好，林永安就要加入商会，没那么容易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徐掌柜。各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永安粮店的林掌柜。嘿呦，赖掌柜，这是谁呀？你看这一身布衣，我们这是商会开会，不是乞丐开会，阿猫阿狗都能进。
赖掌柜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冲突？我叫林永安，是永安粮店的掌柜。你是掌柜，我也是掌柜，大家平起平坐，不要随便就瞧不起谁，行吗？平起平坐，我赖家生意遍布整个青州，你一个破粮店的农户也想跟我叫板？农户怎么了？这国库里的粮食不都是农户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？如果这天下没有农户，在座的各位掌柜都得饿死。赖掌柜，你消消气。在下姓赵，做茶叶生意，是刚从外地来的青州。既然大家都在青州，那就应该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林掌柜，您既然知道是来商会，那就应该穿一身得体的衣服，而不是像农户一样的打扮。赵掌柜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我要假装成农户，我就是农户，我就喜欢穿这种皮实的衣服。怎么了？行了，为一件衣服吵什么吵？咱们叫林掌柜来是为了共同解决问题。现在生意都难做成什么样子？别说经营了，青州现在连粮都不够，徐家把青州的粮都收走，我们铺子的伙计都快没饭吃了。是啊，徐家给的粮价看起来高，实际上缺斤短两，还逼着我们买，不买就使坏。和以前卢少杰比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；哪里有反抗，哪里就有我林永安。大家要是相信我，我永安粮店有3000斤土豆，2000斤玉米，我可以按市场价8折卖给你们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您说。要我加入青州商会，你们跟我一起对抗徐家。8折，我同意，只要有粮，让你加入没问题。林公子这主意好啊，互利共赢，可比那徐家强多了呀。徐家人没来，这商会就要造反了吗？谁同意让他加入商会的？一个农户也配进商会？真是笑话！既然叫商会，那就是属于所有掌柜，不是你们徐家的后花园。在青州，我徐卓北的话就是规矩。他就是号称青州王的徐卓北。徐掌柜，我能给大家供粮，你能吗？你谁呀？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林公子能解决缺粮的问题，加入商会有何不可？赵掌柜，我看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他连商会规矩都不懂，让他加入，是想让青州商会被人笑话吗？他连间像样的铺子都没有，就是个摆地摊卖土豆的，不配进商会。郝掌柜，既然商会都是些光说不练的假把式，那我就回我的粮店了。你说谁光说不练呢？我说你，还有你，青州王徐卓北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我能给大家供粮，你们能吗？我能把粮食8折卖给大家，你们能吗？徐掌柜，你能吗？对呀，徐掌柜，你能吗？这小子竟然有这么多人支持，小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就因为你现在恶意加价，8折把粮食向外出售，这样你就能替代我做青州商会的会长啊！还有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我为青州商会出了多少力，现在你们就为了8折的粮食，翻脸就不认我了！徐掌柜，听说你在自己的粮仓私囤武器，你不会是想借着收粮食的名义做掩护，想做其他的事情？私囤兵器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胡说！区区贱民也敢故意污蔑我！你一边私囤兵器，一边抢百姓的粮，而我只想让大家有粮食吃，有生意做。各位掌柜，你们是想跟他一起谋反，还是要跟我一起好好做生意？我们跟林掌柜。我推荐林公子加入商会，还推荐他当会长。不好，再闹下去，私囤兵器的事就要露馅了。
我愿意把商会令牌交给林掌柜。感谢大家的信任，这块令牌还是先交给豪长，暂时保管。等我先做出一番成绩来，再接任也不迟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就这么轻易把那令牌给他了？对不起，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。那接下来这永安粮店不简单，我去会会他。徐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专门来拜访林公子的。啊，徐掌柜，您客气了。林公子，我在江南有10几家茶叶铺，想跟你合作。你贡粮到江南，我把江南的茶叶运到青州，你我互相铺货，赚的钱5-5分，你看怎么样？掌柜，这个主意好啊！江南的茶叶在我们青州是个稀罕货，我的粮食运到江南也能卖上价，我们是互利共赢啊！徐掌柜，您在青州这么有人脉，怎么想起做茶叶生意了？青州刚过旱灾，百姓日子好啊，生意好做啊。那今后就请徐掌柜多多关照了。那我回去准备相关手续，告辞。林大哥，徐掌柜亲自上门找你合作，我觉得他没安好心。放心吧，跟他合作我会留个心眼的。这粮车要往江南运东西，必须有青州商会出具的手谕，否则货不能出青州。林掌柜想把粮运去江南，问过徐掌柜了吗？这粮车就是你们徐掌柜要运出江南的，他没通知你们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这徐卓北是故意在刁难我。那既然如此，这笔生意我就不和徐掌柜做了，以我永安粮店的名义拉出去卖，就不需要他青州商会的手谕了吧？再给你看样东西，他徐大人管天管地，管不着朝廷的凭证吗？你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有我永安粮店筹建时公布的印章，我看你们谁敢来？就算有凭证，徐掌柜不让过，你也不准走。哼，居然敢抗旨！这可是朝廷发的印章，难道你们想害我徐大人啊？算你狠，走。多谢林公子，不然这粮车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了。没事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了出货。连个小小的粮车都拦不住，废物！他林永安建个小小的粮店，怎么会有朝廷的凭证？大哥，会不会是李巡抚给他的？那李巡抚可一直护着他呢。李巡抚，哼！你去把青州所有的菜农都找来，让他们别给林永安的粮店供菜。还是大哥英明，我这就去办。林永安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撑得过去？徐家真是太过分了，不仅抢咱们粮，还涨菜价，我铺子里的伙计都快吃不起菜了。是啊，我听说林公子的粮车被拦，还好有朝廷凭证，不然都没粮卖了。林公子，你得带我们想想办法。我提议把徐家赶出商会，他根本不是来做生意的呀，他是来抢钱的呀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别急，为了让徐家彻底赶出京城，我早有准备。私吞3000两粮款，还敢瞒我？我让你收粮是为了存武器，你倒好，中饱私囊。大哥，我没有，肯定是那林永安陷害我。
才让郝掌柜放出假消息，陷害你！账本上少了3000两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就是个废物，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大家看清楚，徐家就是这么坑咱们的。他们今天敢私吞粮款，明天就敢抢咱们的铺子，太过分了！把他们赶出商会。徐家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同意把徐家赶出商会的举手。徐掌柜，你别怪我，我可不想得罪林永安和这么多商户。大哥，救我！他们要把我赶出商会。你自己私吞粮款，丢进了徐家的店，我帮不了你。大哥，你不能不管我。现在推举新的商会会长林永安，他能帮咱们解决粮荒，还能对抗徐家，咱们都信他。我同意。林公子当会长，我服。林会长，这次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以后青州商会就交给你了。感谢大家的信任，我一定让青州的商户们好好做生意，再也不受欺压。林大哥，你现在是会长了，太厉害了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林大哥，你看我这土豆摆的整不整齐？整齐。妹妹摆的土豆就是好看，等开业了，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买。对呀，你这媳妇儿可是心细的很呢。我看过不了多久，我们阿离就是老板娘了吧？姐，别闹了。妹妹，我觉得清月说的很对，你很有做生意的头脑。林大哥肯信任我，就很开心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我准备的成本与定价。土豆的话2万钱一斤，比徐家粮店的便宜1文。试吃的话，准备50份就够了。啊，林永安，你这土豆真比卢家便宜1文。我们能先尝尝吗？当然了，买不买不重要，大家拿回家都尝一尝啊！送大家几斤？我要10斤，我要5斤，我要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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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斤，我也要。我买10斤，我买10斤，我买10斤。大哥，林永安的土豆卖的这么好，咱们怎么办？徐掌柜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骂咱们了。哎，骂个屁！咱们帮徐掌柜搞垮了林永安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今晚3个在这儿汇合。是，遵命。林永安，今晚就让你尝尝生意黄了的滋味。哎呀，小声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马公子说了，只要咱们偷些土豆回去，然后比他卖的便宜，就能抢他生意。明天咱就在他对面摆摊，1文钱一斤，我看谁还买他土豆。走，快多扛几担，赶紧。土豆便宜，土豆1文钱一斤，比林永安的还便宜1文，快来买啊！你这土豆从哪儿来的呀？不会是你偷的吧？哎，胡说！我这土豆啊，可是外地进的货，质量比林永安的还好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吃给你们看。哼，好吃。你们看，没有问题吧？而且啊，这土豆啊还很甜。你们要是不信啊，我再吃给你们看。肚子啊，好疼！
林耀宗吃了林永安的土豆都吐了，这土豆肯定有毒。林永安这是想要毒死人呀！对，就是林永安的土豆有毒，我这吃了一口就吐了。大家千万别买他的土豆啊！你不是说这是你从外地进的货吗？怎么又成林永安的了？怎么了？你管我哪儿进的货？问题现在是他林永安的土豆有毒啊！就是，咱们得去找林永安算账，让他给个说法。他要是不给，咱们就砸了他的铺子。你们说永安两店的土豆是不是有毒？这林永安是不是想害咱们大家？大家别相信他的，我们永安粮店的土豆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林永安也绝对不会害大家。这些土豆免费品尝，如果不好吃，我愿意出10倍价钱赔偿。谁愿意试吃？甜，这肯定没有毒，咱们是不是弄错了？让开，把人抬过来。林永安，你还敢装？人都被你毒晕了，你还想狡辩？马多，你说我们的土豆有毒，可为何刚才那位村民吃了没事，只有林耀宗中毒啊？我不管，林耀宗就是吃了你家的土豆才晕的。今天你要么赔500两医药费，要么我砸了你的店。马多，想砸我的店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林永安，你有种，咱们就去县城那看看谁有理。好。大人，您可得给小的做主呀！大人，林永安卖毒土豆，把林耀宗给毒晕了，还想动手打我呢！大人，大人，马多故意让林耀宗吃生土豆，然后再栽赃给我。刚才的村民都可以作证，我的土豆绝对没有毒。带人证。大人，小的可以作证，马多带林耀宗在粮店对面生吃土豆，林耀宗吐之后就诬陷林公子的土豆有毒，还想砸了本店。你胡说！你是林永安的人，你的话不算数。大人，林耀宗现在还晕着，这就是最好证据啊！大人，看一下他是否中了毒。大人，他只是肠胃不适，并无中毒迹象，休息片刻就好了。不可能，他明明晕得不省人事。你别想，继续晕着。马多，你还想狡辩？连装晕都安排好了，你可知诬陷良民是何罪名？我没有，是林耀宗，他自己要装晕的。大人，是真的。昨夜民夫起夜的时候，看见林耀宗带着他弟弟偷了5袋土豆。大人一看，这袋子上还有永安粮店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是马多让我吐土豆，让我生吃栽赃的。大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胡说！我啥时候让你吐土豆了？是你自己贪财，别赖在我身上。马多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林永安，你想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我要反告马多教唆偷窃，诬陷良民，还想砸我的店，求大人还我清白。你们合起伙来坑我！我不服！不服也得服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来人，先将马多押下去，听候发落。林耀宗以偷窃栽赃，杖责20。大人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大人，林永安搞免费试吃，没在官府报备，是非法经营，按律该封他的店。大人，大钱商户律没有规定试吃需要向官府报备。有这条，我记得他就是没报备，非法经营。马多，你记错了，大钱商户律第15条规定，商户为推广商品进行免费试吃，非售卖行为可以不向官府报备，只需保证食品卫生即可。
大人可进行查验。确实如此。马多，你连律法都记不清，就敢乱告状，你可知诬告罪加一等？不可能呀！我明明记得。马多，你怕是把试吃和摆摊售卖搞混了。试吃无需报备，这是基本的律法常识。连这点律法常识都没有，还敢出来告状，丢死人了！就算是你想要害林公子，也要先学学律法才行。就算他的土豆没毒，那也说不定有其他问题，比如掺了沙子。马多，你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你多次诬告找茬，本官宣判，罚你白银300两，赔偿林永安和他的店铺损失。若再敢找事，直接关入大牢。大人，这沈清月不过是一介流民，怎么能如此熟悉法律？不是细作是什么？触发任务：证明沈清月清白，奖励报警铃1个。给我复制一份沈清月的录影，已发放给宿主背包。大人，这是沈清月的录影，上面有青州府的印章、籍贯、留名日期都登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绝对不是细作，请大人明察。马多，录影真实有效，沈姑娘身世清白。你若再敢污蔑，本官就用诬告良民的罪名办你。这录影一定是伪造的，他一介流民，不能弄到官府的录影。去年官府给流民发录影，我亲眼看沈姑娘，上面是登记的。录影是真是假，官府自然会查清楚。你要是再敢胡搅蛮缠，我就让大人彻查你诬陷。够了，马多，沈姑娘身份已经查实，你若再闹，本官即刻判你杖责30。林永安，这笔账小爷记下。林耀宗偷窃粮店土豆，配合诬陷，杖责20后，流放300里。马多教唆偷窃，多次诬告，罚银300两，赔偿林永安。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求你，大人，林永安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林永安，日子还长，等着，我马家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怎么回事？徐掌柜，这林永安在青州真是反了天了，连孔县令都帮着他，再这样下去，咱该怎么办呀？徐掌柜，大哥，这青州的粮食都被他家垄断了，这林永安到底什么来头？别为了这点事儿，坏了咱们的大事。粮店是小，这次回来，重要的是督造武器。武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都按您的吩咐，没人发现。那就好。至于林永安，先毁了他的名声。你去找几个村民，说他是杀人犯，让村民都不敢去他的店里买粮。徐掌柜英明，我这就去办。林永安，他是杀人犯，他的土豆有毒，吃了会死人呀！大家，对，他是杀人犯，他的土豆有毒，吃了会死人。有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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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胡说！孔县令都说了，林大哥是好人，我们土豆没毒。好人会杀人，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他当年为了抢生意，用刀杀了林耀宗，用枪打死了卢少杰。有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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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统葫芦，外面的谣言是怎么回事？检测到卢少杰与崔知府散布谣言，意图破坏店铺声誉，触发任务：
澄清谣言。清月，别担心，我去跟村民解释。乡亲们，我杀卢少杰是因为他绑架我老婆，还要欺负她。之前试吃土豆，大家都吃，可曾有人中毒？好像是没人中毒。大家别信他，这是当年卢少杰留下的血书，上面写着林永安为抢粮店杀他。血书？这是你伪造的。卢少杰被我一枪爆头，怎么可能写血书？你胡说，这就是他写的。你伪造血书，污蔑朝廷命官，按律该杖责30。要不要去孔县令那里当面对质？我可是青州王徐卓北的人，你们敢打我？青州王又如何？朗朗乾坤，我们不怕任何人。华多，你回去转告徐卓北，让他别动手。林永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徐卓北太过分了，居然让徐家粮行降价，这1斤土豆只卖1文钱，是想抢咱们生意啊！咱们的土豆一直卖2文，他卖1文，这样肯定会有人去买。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林大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乡亲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粮店实行会员制，存10斤粮食送2斤玉米，存20斤粮食送粮食口袋1个。以后所有会员买粮食，永远比其他店便宜半文钱。存粮送玉米还送粮袋，太划算了。我存20斤，我要粮袋。好，对付他们这种无赖，就应该用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办法。可恶！本想降价打压林永安，没想到反被他抢了生意。林大哥，多亏你的会员制，我们土豆卖的比玉米还好，这个月赚的钱比上个月都多了。那可有系统葫芦仔，再加上会员制，徐卓北想打压我，门儿都没有。伯洛，我问你，徐卓北在青州到底想干什么？总不能就是为了跟我抢粮店吧？权限不足，无法查询徐卓北核心目的，但可告知实时动态。徐卓北当前正通过徐家粮行商铺大肆揽财，近3日已收粮超5000斤。收这么多粮，不对劲。林大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烦心事了？啊，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我正在想卢家的事情。你们有没有听说徐卓北最近正在疯狂的收粮食？不仅城里的新粮要，而且就连之前的陈年旧粮也要。他还特意让马车赶到周边的村镇去收粮食，给的粮价比市价还要高2文。现在村民们都抢着把粮食卖给他。陈粮那东西煮着吃都发苦，他要那些干嘛呀？不会是想自己煮着吃？他不会要混到我们新粮里卖吧？这不是坑人吗？我今天去布店的时候，听张老板说了，徐家收粮的价格比市面上还要高2文，百姓们都愿意卖给他。可是他收这么多粮食来是要干什么呢？林大哥，我们的粮店不会受影响吧？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我都会想办法查清楚。而且我们现在有钱又有百姓支持，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，我都有办法解决。林大哥，有你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好，那我们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林永安，本掌柜以青州商会会长的身份通知你，3日内交1000斤粮食到徐府，否则取消你的经营资格，收回你的粮店。我才是现任的青州商会会长，你凭什么取消我的资格？凭我是青州商会第1大户，在青州，大户的话就是规矩。你能开粮店赚银子，全凭我们这些大户机会。现在让你交粮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青州商会的大户就能取消我的资格啊？我的粮店是合法经营，有官府报备，没有这个资格。所有的商户都交来粮，
3日内你若不交账，所有人就都会排挤你，你的粮店到最后连门都开不了。林大哥，怎么办？他虽然已经不是商会会长了，但是青州的势力还在。如果他真想搞我们，那我们这粮店就完了呀！别担心，想抢粮店没那么容易。3日之内，我必定想出办法对付。老乡，这街上的店铺怎么都关门了呀？还不是许家搞的鬼！许卓北说要整顿商铺，把咱们的商铺都收走了，还把人都赶走了。谁要不从，就要挨打。你别那个布店郝掌柜正在被打呢，哟，打老惨了。什么？我没有意思，你们别打了。住手！光天化日就敢打人收保护费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是谁？敢管我们徐家的闲事，混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我是青州商会会长林永安，我敢打郝掌，走，去找孔县令评评理。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郝掌柜，你没事吧？多谢林公子救我。我本是青州商会的副会长，自从徐卓北当上会长之后，他就一直打压我，还抢我的布匹生意呀。郝掌柜，我有个主意，把我的粮店和你的布店结合起来，兴许可以让他生意变好。好啊！林公子，你这主意太妙了！来布店买布送玉米，肯定能把生意做起来呀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等我们的布店生意好起来，我们就一起联合其他被打压的商家，对抗徐卓北。好，我信林公子。时辰到了，林永安，看来你是交不出粮了。按照之前说的，封了他店。来人，把永安粮店封了。等等，我们有官府的报备文书，你们无权封店。徐卓北，你借商会名义横征暴敛，以违反大钱商户律第7条，林永安的粮店向官府单独报备，不受商会强制调配。你们无权逼他交粮。你个女人懂什么？青州王想封谁就封谁，谁敢封我的店？徐卓北，你要封我的店，问过郝老板还有我身后的村民了吗？我们不同意封。徐卓北，你滥用职权，我们要让你永远离开青州商会，离开青州商会，离开青州商会，离开商会，离开商会，离开商会。住口！林永安，你要不赶快把1000斤粮食交出来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粮食不就是粮食吗？早都给你准备好。你不是说他凑不出粮食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废！算你有点本事。来人，把这些粮食搬上车，运回徐府。等等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徐卓北，你还敢跟我谈条件？你在粮仓里面私藏兵器，难道是想学魏忠义、卢少杰意图谋反吗？啊！小心我告你滥用职权、勾结逆党、意图谋反，那是诛九族的重罪。我们走，你给我们等着。走了，走了。郝掌柜，大害已除，我决定辞去青州商会会长一职，以后就由你来担任。您要去哪里呀？这城市套路太多了，我决定带我2个娘子回归田园生活。我都几天没回来，一点吃的都没有，瞧饿死我！破系统葫芦，出来！电我的时候挺积极啊，结算奖励了，你给我装死是吧？行，算你狠，等我饿死了，你这破系统葫芦也就玩完了。嘿，
还算是有点吃识。老天爷，还是你怜悯我。检测到沈清月、沈清离因近期过度劳累，身体不适，有体虚现象，需宿主提供食物救助。我就这点吃识，我哪管得了他们？若二人出现意外，宿主将被惩罚终身肾亏，每天起夜8次。啊！肾亏！我靠！你这系统葫芦是阎王爷派来的吧？算我怕你了，行了吧？我接受任务还不行吗？来坐，赶紧吃饭吧。林大哥，你不吃吗？我不饿，你们快吃吧。他把粥给我们，这人怕是连自己都没吃饱吧？姐姐，林大哥人真好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想着我。系统葫芦，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奖励呢？你可别想耍赖啊！检测到沈清月、沈清离已经进食，体征稳定，奖励泡面2桶。姐姐，他咋了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错，那我就给2个姐妹加个餐。这是画着小人的纸，里面装着啥呀？这可是好东西，比稀饭顶饿多了。吃吧。好吃，这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这有面有肉的，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就放心吃吧，以后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挨饿。姐姐，好烫！林大哥，我姐姐该不会得疟疾了吧？之前村里的王婆就是这么走的。这个年代的疟疾，它相当于就是绝症啊！检测到宿主触发新任务，请宿主在4小时内寻找药草救治沈清月。什么？疟疾又不是小感冒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让我去哪儿找药？这大荒年的，连粮食都没有，上哪儿找草药去？哎，还真让我找到了，沈清月这下有救了。找什么呢，林老板？穷鬼，我为了你赔了300两银子，你屁股一转回村了，我的银子怎么办？别以为你回来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治你。放口！林永安，你赶紧给我把这个借据签了，把我的钱还给我。你，林永安，我打死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持械行凶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如今我国大旱当头，我带人来此治旱，你们不思出力帮忙，反倒私斗，都给我抓起来去看旱！大人饶命，都是穷鬼赖账不还，我只是想按照他和他理论，绝不敢行凶啊！大人。林老板，可还站得起来？大人，多谢大人挂心，小民现在已经不是老板，还撑得住。大人，别被他蒙了，这小子欠我的钱不还，被我堵住了还想耍横，还把我的借据撕了，想抵赖。大人，他是把你手里的王法当摆设呀！证据何在？在这，被他撕成这样了。大人明鉴，林老板欠了我300两银子不还，还敢狡辩。
那日你喝醉了，烂醉如泥，趴在我门槛上哭着求我借钱，说定了用永安粮铺做保。现在想赖账，门都没有。启禀大人，小民素来不饮酒，这借据是马多私自伪造的，既无手印，也无人证。按照本朝律法，私自改借据加款者杖60，这借款根本就没用。哼，跟我玩文字游戏，小看我现代人的智慧了吧？我再说一遍，如今我国大旱当头，我带人来此抗旱，其他的事情都先放一边，你们两个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抗旱。这县令是来治旱的，看来我得想个法子，快点解决回去了，不然小命不保啊！大人，钦州大旱3年，百姓易死而死，是草民亲眼所见。草民祖上流传下一套饮水的法子，虽不敢说能根治这大旱，但是3日之内必定能将此死地引出活水。你可知青州大旱3年，连户部都束手无策，你有何凭据说这话？大人，草民愿立下军令状，3日之内引不出水来，任凭大人处决。有系统葫芦在，现在就赌这一把，既能保命，也能绝了这后患。就凭你还想学术治呼风唤雨，你怕不是傻了吧？大人，别信他，他就是想骗你，放了他。我林永安无信不立，倒是你靠着坑蒙拐骗坑人家祖业，就算你躲得了今天，迟早也会遭到报应。大人，草民愿以项上人头作保，若不成，任凭大人处置。好，林永安，3日后4时，本官来此验你饮水之法，若你办不到，秋后问斩。大人，别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马多，借据已毁，又无旁证，今日暂且作罢。但你殴打村民，罚你替林永安挑水3日。若你敢偷懒，就让衙役拿你到县衙领板子。是，草民遵命。休怪本官无情。3日后若引不来水，当场问斩。小子，3日后有你哭的。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小爷挑水去啊！3日后你若引不出水来，你那俩媳妇儿都得跟着我啊！还好药没坏，得赶紧回去救沈君越了，时间都要不够了。至于饮水的事情能不能成，只能看这系统葫芦靠不靠谱了。还好赶上了，赶紧喂给他喝，这是专治疟疾的药，喝了就可以退烧。这草汁管用吗？你看我喝了，没事的，死不了。这可是青蒿素的原料，比神佛靠谱多了。姐姐，你醒了。阿离，姐姐，是林大哥救的你，他为了给你早炒药，手上划了好大一个口子呢。他又救了我一次，林大哥，谢谢你。举手之劳。我再去厨房给你们弄点米汤，你们好好休息啊。姐姐，看来这林大哥是真心对我们好呀。系统葫芦，任务完成了吧？你可是说了啊，只是治疗，没说要痊愈的。哎，我说你这葫芦，别装死啊！赶紧给我兑现奖励。正在结算，沈清月体征稳定，奖励抗生素1盒。哇，抗生素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检测到沈清月病情未愈哦，建议用抗生素巩固治疗。哎呀，对了，把这茶给你。
这个抗生素怎么用来着？能不能给个说明书啊？说明书就在抗生素里面，自己抽。嘿嘿，明白了。不对，系统葫芦，我刚才被马多打的时候，你小子怎么不吭气呢？请宿主遵守规则。哎，你这系统葫芦，你就是坑我！林大哥，你跟着灶台嘀咕啥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就是跟灶王爷祈个福，让他保佑咱们以后不再挨饿了。林大哥，你帮我看看，那老鼠还在那吗？没事，别怕，没有老鼠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姑娘倒是比连婉那个女人单纯多了。大哥，我是来替我姐姐感谢你的。哦，沈姑娘已经好了，那太好了。这个是我家祖传的特效药，你喂你姐姐吃下一片，疟疾会好得更快。只能说这是祖传的，总不能说这是抗生素吧？姐姐，我刚刚听村民说，林大哥跟孔县林立了军令状，要3日之内交出解决干旱的办法。要是交不出来的话，林永安真是糊涂，干旱之事连户部都束手无策，他一介平民能有什么办法？实在不行，孔县令曾是父亲的门生，要真到内部，只能暴露身份，求他网开一面了。暴露身份？可万一被忠义的余党找来，我们总不能让他死吧？何况他还给我吃了那种奇怪的特效药，倒真管用，只当是还了他的救命之恩吧。姐姐，看来你是真喜欢上林大哥了。青离，林大哥对我们这么好，是时候以身相许了。听说没？这回是县令大人请来的能人，说是能让旱地出水呢。我听说了，是个80岁白胡子老头，会呼风唤雨。大人您看，这都40了，这林永安定是怂了不敢来了。3日前他还嘴硬说要饮水，依我看早卷铺盖跑了。对，他那俩媳妇儿也该改嫁，免得跟着他饿死。别冲动，再等等。谁说我不敢来了？林永安，你还真敢来呀！我还以为你早就带着你那俩媳妇逃荒去了，怎么现在想来送死了？哼，对付你这种货色根本就不需要。倒是你，今天准备好磕头了吗？你才要磕头！你前几日说要解决田亩干旱问题，解决的怎么样了？我看这天日头那么大，可没有一点要下雨的迹象。谁说治干旱就需要靠下雨？今天我就靠这玩意儿来治干旱。就凭这个废铜烂铁，怕不是又是从哪个废品站里捡回来的吧？还想饮水？我看你是脑子被门夹了。这位可是一息36000转的大力菩萨，专管旱地出水。啊！菩萨显灵，菩萨显灵，菩萨显灵！一会儿可千万要给力呀！装神弄鬼，我看你就是想不出法子，故意搞一些小手段糊弄人，真当我们村民是傻子不成？哼，小爷这就让你开开眼。看吧，我就说是装神弄鬼。大人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害了我挑了3天的水，肩膀都磨破了。今天非让他尝尝被杀头的滋味。谁？真的，算是出水了。
有水呀！谁？有水！好，太好了，真出水了！永安，你是咱们村活菩萨。妖术，肯定是妖术。林永安，你用这邪门玩意糊弄人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妖术，妖术能让齿轮旋转吗？妖术能让水顺着管子流吗？你这眼珠子要是没有，我倒不介意帮你挖下来。林大哥心善，哪会什么妖术啊？倒是你肚子里天天都是坏水。马多，之前你斗殴闹事，现在还想诋毁林永安？来人，押下去打20大板。什么？20大板？太少，那就40。天哪，我的屁股疼啊！林老板，多亏了有你啊！娘子，林大哥，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，我们愿意以身相许。哎，两位娘子，万万不可！这还是大白天的呢。林大哥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我都愿与你长相厮守。哎呀，你们这样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这心里，既然林大哥不急于这春宵一刻，那我们来日方长，改日再说。别！嘿嘿，我的意思是把门关上就可以了。娘子，娘子，